姐，你也老大不小了吧？年年回娘家蹭吃蹭喝，真不嫌丢人。佳慧，多喝点儿，最近跑店辛苦。爸妈，你们也这么想？行了，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？哼，我说错了吗？嫁出去的人老往娘家跑，外人看着不笑话。外人，你别多心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我们房贷、车贷，以后孩子开销哪样不要钱？你一回来又是鱼又是肉，还得给你腾房间。明年开始别回来了，省得大家麻烦。行，听弟媳的。静怡，大过年的别说气话。不是气话。姐，丽娜嘴快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他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拦？罗静怡，你是姐姐，让着点怎么了？爸说的对，我让到以后都不回来。饭还没吃完呢，你走什么？妈，这顿饭我吃不起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蟹是我买的，牛肉是我买的，酒也是我买的，我还给你转了5000，让你年夜饭别省。你买点东西就了不起？没什么意思。蹭饭的人不配委屈，吃我钱的人也别装主人。姐，每个月20号，倒比我生日准。这家人该断奶了。罗静怡，开门。静怡，昨天的事儿是妈不对，你别往心里进。有事说事儿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是你爸妈，所以我让你们站在门口说话。你弟那边出事了，房贷今天扣款，卡里少了2万。那找银行。你装什么糊涂？以前每个月20号，你都会给佳慧转2万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赶紧转过去。进来，别把鞋踩进来。我的地不养别人的理直气长。静怡，你弟压力大，房贷、车贷、店里周转，哪样都等着钱。我没有房贷，不用吃饭，不用过日子。你一个人花不了多少，你弟是一家子。昨晚你们说我是蹭饭的，一个蹭饭的人哪来的钱补贴你们宝贝儿子？那是丽娜不懂事儿，她怀着孩子，脾气冲。她不懂事儿，你们也不懂事儿。你别抓着一句话不放，你弟真要断了房贷，家就乱了。他家乱了，找他自己。你非要把你弟逼到全家面前抬不起头？爸，我只是停了2万，怎么听你们的意思，我像停了他的命？静怡，你干什么？拿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哼，少拿这些吓唬人。家里人谈钱伤感情。谈感情的时候你们让我出钱，现在我谈钱你们又说伤感情。妈，手别抖。24岁工作第1年，给家里生活费38万。那时候家里困难，你帮一把怎么了？罗家辉买房首付60万，车款28万，建材店租金、装修第一批货112万。你弟创业容易，我容易？每月补贴2万，4年96万，合计334万。一家人，谁让你记不清楚？以前不记是给你们留脸，现在开始算，是因为你们连脸都不要了。你弟现在拿不出来，你拿这些逼我们，有意思吗？有，至少让我知道，这些年我不是在养家，是在养一群觉得我该掏空自己的人。静怡，
妈知道你委屈，可家辉真不能断。妈，你知道我委屈，但你每次都觉得我委屈一下没事儿。够了！你弟是罗家唯一的儿子，他撑不住，这个家就散了。那这个家也太便宜了，2万就能散。爸妈，你们还求他干什么？来的正好。罗静怡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听我家的钱，还把爸妈气成这样。你家的钱，家辉是你弟，他的钱不就是罗家的钱？你的钱难道不是罗家的钱？丽娜，别说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邻居正好听听，姐姐逼亲戚断房贷，这像话吗？昨天年夜饭你说走就走，今天还停钱，姐，你是不是觉得全家都得围着你转？昨天是谁让我明年别回来的？我那是气话。气话。姐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年年回娘家蹭吃蹭喝，像什么样子？明年就别回来了，省得我们麻烦。拿人家钱还说人家蹭饭，你少插嘴！胡大姐没拿我334万，她当然能插嘴。姐，你非要弄得这么难看吗？昨晚我坐在饭桌上一个人难看的时候，你抬过头吗？小伙子，别抢东西啊，我可看着呢。签字，补贴从今天停。以前的借款，1个月内确认还款计划。凭什么签？凭你住的房子，首付有我的60万；凭你坐的车，车款有我的28万；凭你老公那个店，是我刷的卡。静怡，一家人别说的这么绝。昨晚说我是外人的时候，你们没觉得绝？行，你要闹是吧？我让亲戚都看看，姐姐逼怀孕弟媳还钱，连亲弟的房贷都不管。你别发区。你怕什么？本来就是他欺负人。姐，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你了。静怡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把事做绝。家辉是你亲弟，钱的事关起门说，闹出去不好看。听见没有？长辈都比你懂事。静怡，你别发。是他请全家来评理的，那就评清楚。姐，你这些年给了300多万，现在还要继续让他们评吗？丽娜，这话你说的太过了，拿人家这么多钱，还说人家蹭饭，不厚道。他有钱，他帮一下弟弟怎么了？你也有娘家，让你哥每月给你2万，连续4年，再给你买房、买车、开店，你愿意吗？姐，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，房贷真要扣了，你先把钱转过来。等我店里周转开了，我肯定还你。那就签，笔在这里。签啊！你不是说这些钱都是爸妈给你的？你别添乱！我添乱？房子首付不是你自己挣的，车呢？店呢？那你怀着孩子，别激动。妈，我问他呢。我不签。不签也行，那就按我保存的借款材料走责任确认。你非要把你弟逼到全家面前抬不起头？爸，你说错了，他的头是我的钱抬起来的，现在停了，他当然低下来了。就在这儿接。催款？罗先生，今天房贷账户余额不足，请快补齐。你卡里真没钱了？店里周转一下就有。周转了4年，每月2万，4年，你店里周转出来什么了？你别在外人面前让我难堪。我不外人，我对门。姐，我知道你有气，你先帮我这一次。这是第多少次？
静怡，你又去拿什么？你们说我翻旧账，那我就拿点旧的出来。姐，你拿这个干什么？你认识？静怡，别闹了。妈，你怕什么？别动！你早就留着这些，你早就算计我。你借钱写欠条，叫我算计你，那你花我的钱叫什么？陈年旧事，翻来翻去有完没完？没完。以前是我不想翻，现在是你们不配让我装糊涂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留着？你从一开始不信家里。我26岁给家辉交学费，你说他工作就还。他毕业第一份工资给蒋丫买手机。我29岁给他凑婚房首付，你说房本先写他名儿，免得女方家里多想。后来我问过一次，你说一家人算那么清干什么？现在我算清楚了。罗家辉，房子首付不是爸妈攒的。你听他挑拨。车呢？店呢？你不是说都是你挣的？小伙子，手松开！姐，你现在翻这些，是想毁了我？我回你，房子你住着，车你开着，店你挂着老板名头，我只是把我帮的改回你欠的。我是你亲弟，所以我帮了你10年，不是让你吸我一辈子。你非要让家浩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？他的头是靠我的钱抬起来的。房子、车、店，到底是谁的钱？你看着我说！姐，你要干什么？韩经理，我是罗静怡。罗家华名下那张有我关联的店铺转卡，查一下。您是要查额度，还是查消费明细？都查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冻结追加额度。断奶才刚开始。罗女士，初步明细查到了。姐，别开外放。刚才不是说店里周转？韩经理说，这张周转卡近3个月进货记录很少，大额支出主要集中在餐饮、酒店、商场和珠宝类消费。珠宝？生意应酬。建材店的应酬去珠宝店。详细明细已发到您邮箱，建议尽快确认是否保留关联授权。不保留，追加额度冻结，关联授权解除。明白。你真要断我店里的路？我只是把我的路从你脚下抽回来。手拿开。姐，店里需要应酬，我也是为了赚钱还你。那你赚了吗？城南会所18000，海景酒店3晚19000，珠宝店12万6。12万6！客户礼品。你客户戴金镯子谈建材。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过12万6的珠宝？我说了，生意上的事儿。想看可以，想抢不行。房贷你自己想办法，车贷你自己想办法，店铺流转你自己想办法。供应商马上出来，我店就完了。你那不叫店，那叫拿我的钱给你撑体面。亲爱的，今天还来陪我吗？罗江，亲爱的，是谁？把手机给我！你怕什么？不是客户吗？蒋丽娜，你别闹！怀着孩子在家算房贷，拿你姐的钱去酒店买珠宝陪别人。丽娜，孩子要紧，房子都快保不住了，你跟我说孩子要紧？手机拿出来说清楚。爸，连你也不信我。现在不是信不信，是账对不上。姐，你满意了？家被你搅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不满意，还没开始还钱，我有什么好满意的？你不给我，现在就回娘家。房子、债务、外面的人，咱们一样一照找人和。
产检那天，你说你在外地谈客户，你谈到酒店去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拿你姐的钱养别人，还让我替你骂他。你别太过分。他只是打了你一巴掌，你花的是我的钱。姐，我承认有些消费合适，但你不能把我的体面一把扯下来。卖车、关店，退掉不该花的钱。那车我谈生意要用。你谈的是生意，还是亲爱的？请问是罗家辉的姐姐吗？你是谁？我叫邵小雨，罗家辉欠我的20万，他说你会替他还。20万？别动！我有转账记录，还有他写的电子借条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你是谁？他老婆。他不是说已经准备离婚了吗？你还说过这种话？他挑拨的。资料发我。他给我看过转账给他的流水，说你会兜底。我的流水是你给他看的？你真会拿我的血给自己贴金。20万转账，电子借条，聊天记录。他说我姐会兜底。家辉，你怎么能把你姐牵扯进去啊？我只是借来周转，又没不还。你拿什么还？房贷靠你姐，车贷靠你姐，店也靠你姐。是的。你再用我的名义借1分钱，我会让法务顾问逐项确认责任。一家人，你非要这么狠？你借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起一家人？12万、8万、3万5，还有15万，怎么会这么多？你到底欠了多少？加上周转卡和邵宇那20万，已经过100万了。都是你！如果你不停那2万，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钱债过100万，怪姐姐少给2万，这话你自己听着不脸红？给你10分钟，所有债务写清楚，谁借的，借多少，用在哪儿。我不写。不写，就由法务顾问帮你确认。你说什么？房子被查到2次抵押了？蒋女士，您配偶名下房产存在经营贷抵押记录，近期还款建议核地偿资料。我没签过，我从来不知道。你拿我们的房子去抵押？我只是周转。又是周转，房子周转没了，车周转没，店也周转空了，你还剩什么？房子不能出问题，那是家辉的根啊。妈，你说错了，那套房的根是我那60万首付。混账东西！我没签过确认资料，你怎么弄的？我找人办的，不需要你操心。房子写着夫妻共同还贷，你拿去做抵押，不需要我操心。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这个家，还是为了撑你老板的脸？蒋琳娜，先别闹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窟窿堵上。谁堵？你们还想让他堵？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你们罗家最会把女人提款机。罗女士，还有一项资料需要您确认。罗家辉先生近期提交过一份供应链贷款申请，附件里出现了您的房产信息页。我的房产信息是您个人公寓的产权截图，申请未通过，但资料流。3个月前你来我家借打印机，你进过我书房。我就拍了一下，又没真带下来。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连你姐的房子都敢动？他有房，帮我一下怎么了？韩经理，涉及我名字的所有资料列出来，未经我本人确认的全部暂停。明白。静怡，你又要拿什么？既然他连我的房子都敢动，老房子的账也该算了。静怡，那房子你别动。我还没打开你就怕了？
老房子是我和你妈住了辈子的地方，你拿出来说，是想赶我们走？别急着给我扣帽子，我只是想问，谁给你们权利把有我份额的房子许给罗家辉？你一个女儿惦记娘家老房子，合适吗？那你把婚房加上我的名字。凭什么？我也想只登记一下。他不敢，那房子都快被他抵押成筛子了。产权人罗建成、马桂英、罗静怡。老房子有你的名字？有。所以罗家豪带人去看房的时候，怎么没通知我这个产权人？你听谁胡说？城南中介钱国斌夫妇物业登记。你说父母年纪大了，想卖老房子给你周转，连父母养老房都想卖。外人都轻，家人却装糊涂。爸，签名是你的吧？建成，你签过？我只是让人估个价。估价给谁看？爸妈以后肯定跟我住，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卖了帮我周转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周转2个字，真值钱。周转掉我的首付，周转掉我的车款，周转掉我的店铺投入，现在还想周转掉我的产权？你爸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哪个家？你们3个人的家，还是一直吃我钱的家？一男一女手拿着收据，说找罗家浩，让他们进来。不能开！罗家辉在吗？你们找他什么事儿？他收了我们老房子的定金，说家里人都同意卖，10万，10万！不是说过2天联系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我们不来找谁？你说你姐已经放弃产权，只等老人点头，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放弃产权？姐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给他们听。我叫罗静怡，产权人之一。你不是说他不管这房子？家里事儿迟早能说通。你说通谁了？我们就是普通买房。罗家活说老人同意，他姐不参与。他收定金的时候我不知道。那我们这钱怎么办？钱我会退。你拿什么退？他拿什么都敢许，就是拿不出钱。李娜，你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吗？房子能2押，老房能私卖，姐姐资料能偷用，他还有什么不敢？钱先生、钱太太，这件事我不会私下认。去社区事务中心走调解确认，谁收的钱谁承担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别再躲。静怡，明天别去，闹到事务中心，邻里都知道了，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放？你签估价登记的时候，没想过脸。你爸也是被家辉求急了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你也知道他们带人看房。妈，你不是没听见我被骂蹭饭，你是听见了，也觉得我该让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定金这个事压下去。压不下去了，明天10点我会去。你敢？明天开始，不只是罗家辉要还账。你们也要给我一个说法。今天只确认一件事，老房交易有没有全体产权人同意？我没有同意。那他凭什么收我们10万？都是一家人，我姐最后肯定会点头。你卖房前替我点头，收钱后让我背锅。罗家辉，你不叫弟弟，你叫钟商生。定金收款人是你。我会退。什么时候退？钱先生，家里出了点误会，给我们几天时间。爸，别替他许诺。过去10年，你们所有给几天，最后都变成我给钱。静怡，这里外人多，外人只拿10万，你们拿了334万。你拿了你姐300多万，还卖她的房？你们少听他快的！
夸大。要不要我一张一张念？明天中午前退定金，否则我们继续走确认流程。罗静怡，你非要让全家丢人？爸，你签估价登记的时候没觉得丢人？这笔字是你的吧？别急，下一次不是罗家辉一个人解释。爸，签能是不是你的？我只是估个价。估价给谁看？买家、中介，还是给罗家辉的债主看？老房子迟早是我的，我提前问价怎么了？你的产权页上有你名字吗？听见了吗？连你老婆都比你识字。静怡，我和你妈住这里几十年，你真要拿房子逼我吗？我不逼你们搬，我只逼你们承认，房子不是罗家豪一个人的。你弟现在真的难。妈，我难的时候你们说我能扛，你们从来没问过站在边上的人累不累。又开始卖惨了？我不用卖惨，我卖证据。看什么看？我住对门，看见有人又想抢女儿房子，顺便长长见识。门别关，关了你们又说是家务事。老房居住承诺书，爸妈可以继续住，但不得私自出抵押转让，不得用我的产权给罗家浩兜底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管到爸妈头上？我算产权人。现在轮到你们选，签字还是继续丢脸？不能签，签了我以后怎么周转？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不是爸妈没地方住，是你还想拿老房子周转。佳慧，你别说了，让他说，他不说，别人还以为他有孝心。签了，你是不是就能消停？签了，是你们先消停。爸，你签了，我就真没路了。你的路不该铺在我房子上。你有公寓，有工资，有存款，你让一套房怎么了？让。小时候让房间，工作让工资，买房让首付，开店让本金。现在你连我名字都想让我让出去。我是罗家儿子，我是罗家被你们啃了10年的女儿。我签。妈，你别叫我，你再叫，我连这房都没脸住。罗家坏，你再抢，明天全社区都知道你卖姐姐房。第一道门关上了。你别得意，你不让我保体面，我也让你在公司抬不起头。罗主管，有人向公司提交了您和罗家之间的大额转账截图，声称涉及公司资金异常，明早请您带资料说明。他疯了？不疯，他只是发现家里骗不动了，就想骗公司。姐，你早有准备。做财务的人最不怕查账，明天让他看看什么叫自投罗网。罗家辉先生，是你提交的材料？是，我姐这些年给我转的钱金额很大，我怀疑她用公司便利套钱。你终于承认那些钱都转给你了。罗主管，你说明。每一笔都有工资来源、个人账户流向、借款备注和罗家辉签字。你拿我的钱时叫姐姐，举报我的时候叫罗主管，挺专业。罗家汪先生，你指认公司资金异常，有哪一笔进入过公司账户？他给我的钱太多了，肯定有问题。多就是问题。
你花的时候怎么不嫌问题大？目前材料显示，这是罗主管个人家庭借款，与公司资金无关。罗家辉先生，你提交不实材料，公司会保留后续处理意见。罗静怡，你早就等着我跳坑。坑不是我挖的，我只是把灯打开了。你满意了？我在你公司丢尽脸了。你自己送上门的脸，我没义务替你捡。你还有脸怪他？这是婚房二押资料，还有你外面那些消费片，我今天交给法务顾问。你要回我？我是在救我自己和孩子。总算有人学会了不替你背锅。罗老板，你上个月说进货，钱呢？货呢？孙老板，还几天？我还你3个月了。你店里没货，账上却有会所、酒店、珠宝，你到底做建材还是做排场？我就是嫁给了这一堆空架子。不是空架子，是他用我的钱搭出来的戏台。丽娜，跟我回家。这是我们夫妻的事儿。夫妻，你把房子二押，把债藏着，把姐姐的钱说成自己的本事，现在跟我谈夫妻，别碰他。蒋达勇，明天家庭会议你也来。来，我倒要看看，罗家到底还有多少没摊开。静怡，家里事儿闹到这个份上，差不多行了。大姑，您是来劝我，还是来替他还？谁劝谁签。刚才不是说一家人吗？签个字，怎么手抖了？马婷婷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花我姐钱的时候，也没给我姐留份儿。桂英，你还说静怡不顾家，这还是把自己都贴进去了。我知道她委屈。妈，你不是知道我委屈，你是知道我委屈也会给钱。静怡，妈求你，给你弟留条路。妈，你跪的不是我，你跪的是你儿子的债。罗静怡，你非要逼你妈跪着才痛快。爸，他跪下前，我给过你们10年台阶。你是女儿，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。终于说出来了。这些年我给你们二老的生活费78万，外人的钱，你们花的比亲生还顺手。这是责任确认文件，不涉及夸张惩罚，只确认款项来源、借款事实、关联责任解除。我不签。你可以不签，不签就继续走调解确认，到时候亲戚、买商、公司材料都在，还有我妹妹的二押资料，还有你外面消费照片。姐，这么多怎么还？怎么花就怎么还。你要我卖车？先卖车。店怎么办？关掉空壳。房子怎么办？你自己谈还款。那我什么都没了。你终于懂了，我早就什么都没剩下过。我不签！你们都想我彻底抬不起头。别演！真要解决问题，坐回去。真要闹，我叫社区工作人员过来。你不是没路，你只是第一次不能踩着我走。先别卖车，男人在外面没车没面子。爸，他现在缺的不是面子，是钱。非要把你弟逼到泥里。他早在泥里了。
只是以前拿我的钱糊了一层金粉。佳慧卖车吧，连你也不帮我，我帮你帮到，连你姐都不要我们了。店里剩的货，我按准值抵一部分，剩下的你按确认表还。这店是我的心血。你的心血，我只看见我的刷卡单。罗先生，签了店铺和账，后面才能谈分期。姐，你真不帮我了？我今天来就是帮你认清，这个老板，你演完了。房子的事儿，我明天去做婚内财务确认。你真要跟我切割？是你先把我和孩子压进坑里。姐，以前我骂你是我蠢。别叫太亲。你道歉我收下，账还是各算各的。今天够爽，但你手一直在抖。不是怕，那是什么？是终于不用撑着他们了。我姐要把我逼到抬不起头，全家都看见了。她停钱、关店、卖车，就是要让我日子过不下去。他还敢倒打一耙！他敢发，我就敢让全家看全套。静怡，再怎么说，家辉也是你弟。爸，第一份转账流水，第二份欠条，第三份店铺核账。店铺投入基本来自罗女士，货款缺口是罗家局个人经营问题。关联额度已冻结，罗女士不再承担新增责任。佳慧，别再闹你姐了。连你们都怕她？不是怕她，是第一次知道你姐手里全是实话。今天确认3件事：个人债务、家庭财产边界、父母赡养边界。我能不能少还点儿？你花的时候没少刷。那我先还5万，剩下以后再说。不行，第一笔10万来自卖车，第二笔店铺存值，第三笔你工作收入。我都开过店了，你让我打工？你开的是空壳，打工至少是真的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。帮你什么？帮我跟供应商说一声，帮我跟钱国斌说一声，帮我跟公司那边说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跪着求我的时候，求的还是让我替你撒谎。真正知道错的人，第一句话是我还。你真要跟妈算到这个份上？是你们教我的，我承担合理赡养，你们继续住老房。我不再支付罗家豪债和房贷、车贷、店铺费用。如果我们生病呢？合理医疗我管。如果家辉撑不住呢？那是他成年后的第一课。文件确认后，任何人不能再以罗静荣名义对外作保、借款、处置产权。一家人搞得像陌生人。陌生人不会花我334万。你真要把亲情算得1分不剩？亲情不是被我算没的，是被你们刷卡刷空的。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，妈一直留着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妈顾不上你。不是顾不上，是有好东西先给儿子，剩下的才想起女儿。
静怡，妈错了。妈，你不是今天才错，只是今天我不替你们圆了。以后还回家吗？回我自己的家。第一笔还款明天中午前。这车卖了，我出去谈什么？谈工作。你非要把我从老板打回打工仔？你从来不是老板，你只坐在我28万上吹风。钥匙给人家，别让孩子以后知道他爸连车都是赖来的。第一笔还了，你满意了？这是开始，不是表演。静怡，佳慧今天也算低头了。爸，别把还钱说成低头，欠债还钱是站起来做人。那以后我们还能一起吃饭吗？可以。等你们学会不在饭桌上拿我当账本。姐，车真卖了？卖了。爽是爽，但你别心软。这种人，第一笔还了就想让你夸他改过自新，我不夸。看，第二口奶来了。不给，不给。剩余抵靠之后还差这些。姐，看清单。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眼。你不是不识字。罗女士说的对，谁欠谁看。有销售经验吗？我开过建材店，实际销售额。我可以从业务员做起。你就这么看着我丢脸？你第一次靠自己递简历不丢脸，靠姐姐装老板才丢脸。你自己夹。以后你的账自己还，你的饭也自己夹。你们现在都听他的？不是听他的。是终于听一次道理。今年这顿饭我得蹭得理直气壮，我自带饺子。蹭饭也分人，心里有数的叫热闹，心里没数的叫吸血。又叫你回去啊？大概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吃饺子。静怡，今年回家吃饭吗？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。姐，你还难受吗？难受，但不是想回去，是想起以前每次回去，我都以为自己能坐到桌边，后来发现我带多少钱就坐多近。今年不买座位了。妈，今年我不回去，红烧鱼你们自己吃，以后别用一顿饭换我1年的钱。这话下饭，竟不买座位的人，竟终于坐到自己桌上的人。他现在说话真难听。他以前说话不难听，钱也没少给。红烧鱼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。你每次都把鱼肚子夹给佳慧。我以为他懂事。他是懂事儿，不是没痛觉。妈，你姐以前让你，不代表你该拿。明天去上班。业务员底薪那么低，你姐第一份工资还给你交学费。
吃，今天没人跟你抢。原来鱼肚是这个味儿，什么味儿？不用让的味儿。姐，以后好的都先给你，不用都给我，我自己会拿。姐，罗家辉真去上班了，朋友圈发工牌了。你不看看？不用，他上班不是给我看的，是给他自己的债看的。这个月第一笔工资发了，我转了8000，以前是我混账。道歉可以晚，钱不能晚。我找了份业务员工作。知道。以前我觉得打工丢人，现在呢？欠姐姐钱更丢人。姐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就想问，还完钱以后，我还能叫你姐吗？叫不叫是嘴的事儿，值不值得是你以后每一笔账的事儿。我们没动老房，也没替家豪签任何东西。我看见了。汤，你喝吗？不是让你掏钱，也不是叫你帮忙。妈，我今天来不是吃饭，是确认边界还在。妈，你现在真把我当债主了？是当儿子，以前把你当祖宗，差点毁了你，也毁了你姐。明天按时转钱。知道。静怡，妈不叫你回来了，就是想跟你说，鱼肚子我给你留着，哪天你想吃，妈再做。以前我等别人给我留，现在我自己夹。